我又回来了，大家。如果你也在用 Cursor、Windsurf 这样的 AI 编程工具，那么我敢打赌，你肯定也经历过我在视频开头展示的那些被 AI 一句话就给打发了，结果白白浪费一次调用额度的情况。你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冷不丁就被 AI 这个渣男背刺。看着本就捉襟见肘的额度就这么被套路了，难免不发出那句来自灵魂的质问：有没有？有。今天要给大家安利的 MCP Feedback Enhanced 就是这么一款反套路 MCP Server。以后当 AI 再想耍滑头溜号时，这款插件就会把额度硬生生帮我们薅回来。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演示一下该如何使用这款 MCP Server。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具体怎么使用这个 MCP Server。首先呢，我们进 Windsurf 要设置一下它的 Plump 在这里。那我们先设置一下 Global Rules， 就是一个全局的 Plump， 对 Windsurf 所有的工程都有效。这段主要的作用呢，是让我们 Windsurf 每执行一个 action 以后呢，做一下计数，然后告诉我们现在执行到哪个 action 了，方便我们做统计。和我们的 MCP 本身是不相关的，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统计我们在一个 task 当中到底完成了几次 action， 有没有把 Windsurf 给薅光，这就是这条 Plump 的目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条 Plump， 这条 Plump 呢是我们 MCP Feedback Enhanced 官网上的，但是呢又做了一些修改。因为如果我们按照官网上这条原封不动的过来呢，有可能 Windsurf 在每次执行新的 action 以后呢，都会调用我们这个 MCP Server。那如果是读文件、改文件这种调用呢，需要人为介入的地方太多，不是太友好。所以呢，我在这里把它给改了一下，就是让它只在将要退出 task 的时候，再来调用我们这个 MCP Server。那第二条是让 Windsurf 在执行 Terminal Command 的时候来询问一下用户的意见，但是我在实际使用中并没有发现这条的效果，那有待进一步确认。然后呢，因为我们第一开始要展示的呢是我们不启用这个 feedback， 所以呢我们要把这里设成 manual。 如果我们要启用呢，我们这里要设成 always on， 也就是说告诉 Windsurf，那你每次有新的 action 过来以后，先要检查一个这个 Plump， 根据这个 Plump 指示去先执行我们要求他干的活。那我们现在先把它改成 manual， 就 Windsurf 在执行 task 的时候呢，就应该不会再去调用我们的 feedback enhance。 好的，保存一下。好， Plump 设置完了，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 MCP Server 是不是关掉了？对，现在我们的 Feedback Enhanced 是关掉的状态。好，我们来演示一下。那我们就简单一点的任务，让大家更容易看出关和不关之间的区别。好，这个 action 1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在全局 rules 里面设置的 Plump， 让它去统计每一步 action， 所以它才输出这个标志。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 Windsurf 已经把这个 task 给结束掉了，它一共消耗了7个 action， 然后就直接退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个 Feedback Enhanced 打开，会是什么效果？要打开它呢，我们就要设置一下这边这个 Rules， 要把它设置成 Always On。
保存，刷新一下，然后呢还要去把我们的 MCP Server 给打开 ，Manage Plugin， 这里。好的，我们设成 False， 这样就把它打开了。那现在我们已经把 MCP Feedback Enhanced 打开了，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 MCP Server 已经失能了。那我们把同样的问题再问一下 Windsurf， 看它会有什么反应。一样啊 ，Action 1。好的，这里已经结束了啊。我把 Feedback Enhanced 的对话框移上来，我们看到啊，这里执行到 Action 5，然后它判断要结束了，所以呢，它就调用了我们这个 MCP， 我们的 MCP 就弹出这么个对话框。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它新的任务，让它继续执行。为了让我们的显示的效果明显一点呢，我给它一个更难的任务。我让它帮我添加一个左边的侧栏，来显示所有的历史聊天记录。我们看看这样的话会怎么样？我们输入 Submit Feedback。好 ，Windsurf 收到了我最新的，看到没有？它继续往下执行，现在是 Action 7了。那这个任务呢，肯定是非常复杂的，估计正常情况下应该会消耗掉很多 action， 让我们拭目以待。好的，这里已经结束了，应该是没有消耗完。正常情况下是20步，那它现在只消耗到14 action 就停了。那这个呢，我们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 prompt， 但是这里已经看出我们这个 MCP Feedback Enhance 的作用了，因为它本身是要在 Action 5的时候告诉我们怎么去运行这个 project 以后呢，它就应该停下来了。但是因为我们开启了这个 MCP Server， 那它在接受到我们进一步指令的时候呢，又一直运行到了 Action 14才打住。那如果我们再优化一下我们的 prompt 的话呢，这个效果会更好。那这个 MCP Server 呢，演示就到了这里。好，这个 MCP 插件的 GitHub 链接以及在 Windsurf 当中用到的 prompt 呢，我已经都放在下方的视频描述里了。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点赞、收藏、订阅。我们回见。